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灼烧队的最新成员——防御型武将朱然。朱然有刺激和间切两种形态，可以每回合来回切换。在开场，朱然会默认为是刺激形态，只要每回合首次释放怒攻后，就可以切换成间切形态。每回合结束后，朱然又会重新切换回刺激形态，需要再释放怒攻才能切换成间切形态。如此每回合重复循环，并且切换形态的能力无法被封印。在间切的形态下，朱然无法普攻，也无法获得怒气，但却可以免疫控制类状态和闪避任何攻击。这个任何攻击应该也包括了神兵和灵宠的攻击在内，就是一个无敌的状态。在间切的形态下，只要我方其他武将累计普攻5次，朱然就会立即释放1次怒攻。这是朱然在间切形态下唯一能攻击的手段，而命魂小乔自然是最容易启动朱然怒攻的武将了。虽然其他武将也可以普攻，但这普攻的速度，整队加起来可能都没有命魂小乔快。唯一要面对的问题，就是命魂小乔释放普攻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而且额外普攻每回合只能触发10次，错过就没有了。因此，为了要让朱然能最快的释放怒攻，进入间切形态，就只能让他占1号位了。朱然的怒攻也会随着形态的不同，而有着不一样的怒攻模式。在刺激的形态下，朱然的怒攻就是个放火的。怒攻会攻击敌方一列，若攻击的目标没有灼烧状态，则对其施加2层灼烧，持续2回合。若目标已经有灼烧类的状态，则使目标最多3个灼烧状态，多增加1层。在间切的形态下，朱然就是个引爆灼烧和减命中率的。朱然的怒攻会攻击敌方前排，并额外引爆目标身上3层灼烧状态，同时也会为命中的目标赋予可持续2回合的目眩状态。目眩会使目标在发动攻击时，身上没有一个灼烧类状态，最终命中率就会下降 10%， 最多降低 70%。这是个火烧队专门用的闪避简易。朱然2个形态的怒攻分别担当了放火和引爆的工作，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他的挂火是一列，引爆却是一排的，所以无法完全做到自给自足。降低命中的能力也能对火烧队的生存起到一定的作用。不过因为发挥的时间比较晚，所以前半段还是需要靠其他的防御手段来支撑。5星被动，每当有任意友方武将普攻时，都有 35% 概率对攻击目标施加1层灼烧、灼伤或红莲业火3种灼烧类中的随机1种灼烧状态，持续2回合。若普攻的是无国武将，则概率翻倍。翻倍后，就是无国武将每次普攻都有 70% 概率可以施加灼烧，这个概率绝对够用。朱然给了火烧队一个全新的挂火机制，普攻挂火。有了普攻就能挂火的能力，再与命魂小乔的普攻配合，火烧队挂火的能力绝对会比以往更上一层楼。一火被动会使刺激形态下的朱然免疫所有怒气降低，怒气无法恢复和怒气恢复速度降低的效果，这样就能保证朱然可以在怒气不被干扰的情况下，稳定的释放怒攻进入间切形态。被动的第2个能力会在我方武将攻击成功施加灼烧状态后，使朱然恢复80点怒气，一回合最多触发10次。这刚好和命魂小乔每回合可以额外触发普攻的次数吻合，让朱然可以快速回怒释放怒攻。这下你知道命魂小乔有多重要了吧？他一个人就承担了普攻挂火、为朱然回怒和启动怒攻的重任。由于朱然和命魂小乔是深度绑定的，所以命魂小乔在火烧队中的重要程度绝对是远超过女团的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命魂小乔在女团就不重要了，现在的女团更像是一个整体，队伍里每一个齿轮都很重要，是少了谁都不行的。一火被动同时也加强了间切形态的能力。当朱然处于间切形态时，每当有我方武将遭受单体攻击，朱然都有 60% 概率可以代替他承受伤害。攻击方没有一个灼烧状态，朱然的最终伤害减免就会提升 5%， 最高可提升 50%，
每回合最多触发6次。这就有点类似专武夏侯惇为相邻武将承受伤害的概念，不过不同的是，朱然只能承担单体伤害，但他的优势是可以无视站位，而且自己也不会真的受伤，因为在间切的形态下，他是可以闪避攻击的。所以朱然不但不会受伤，他还可以白嫖，最终伤害减免提升。3火被动提升了普攻施加灼烧的概率，从原来的 35% 提升到了 60%。如果普攻的是吴国武将，还可以直接添加2层灼烧，这是个质变的效果，直接让普攻挂火的效率提升了2倍，实在太方便了。5火被动将普攻挂火的能力衍生到了怒攻和龙魂技上，让我方每名吴国武将每回合释放的前3次怒攻或龙魂技也可以像普攻一样挂火。有了朱然的5火被动，灼烧队要挂火就更方便了。这下就不用担心灼烧队老是会被什么放火的武将给占据位置了，现在是躺着都能放火。只要是吴国的武将，普攻、怒攻和龙魂技都能挂火。5火被动还会在除朱然以外的武将普攻时，使其获得伤害结果提升 15%， 并同时使朱然获得最终闪避率提升 5%， 最多提升 50%， 但效果只能持续1回合。5火的最后一个效果，再次增加了朱然释放怒攻的频率。每回合中，只要我方有任意武将的生命首次低于 50%， 朱然就会释放1次怒攻，把引爆机器的能力贯彻到底。朱然回怒很快，只要每回合释放怒攻后，就会进入间切形态，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也都会处于间切的形态下，负责大量的引爆灼烧。只要再和命魂小乔的引爆灼烧消耗减半配合，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灼烧可以引爆。朱然的羁绊，只要上阵3名吴国武将就可以激活。朱然会获得500点初始怒气和最终闪避率提升 50%， 这样他就可以更快释放怒攻和更稳定的去闪避敌方的伤害。羁绊也会使我方吴国武将受到的伤害结果降低 30%， 使敌方全体的灼烧抗性降低 15%。 最后来说说朱然的抽取建议。作为一个挂火为灼烧队提供新机制，引爆和身兼坦克的朱然，想玩火烧就一定要抽朱然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即使有朱然和命魂小乔在，也还是无法把火烧带起来。因为 SP 关羽在第1回合的输出太猛，所以火烧队还是很难抗得住，唯有也引进 SP 关羽来锁血，打不过就加入吗？之后甚至也要引进 SP 诸葛亮，因为他是唯一能真正限制 SP 关羽在第1回合输出的人。朱然在 SP 诸葛亮的版本也有一个不会被减怒，而且照样可以放怒攻的优势。火烧队接下来的变化也有很多，先有和蒋钦这个第2代火烧核心人物一起上阵的，后来也有不上蒋钦的和不上朱然的，唯独 SP 孙策、SP 大乔和命魂小乔这3巨头依旧存在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